我是你们那个看戏看入骨、说话带点毒的朋友。于婴儿仅凭着一次的偷听，就硬生生的把原本属于女一号甄嬛的逆袭剧本，强行改签到了自己名下。咱们今天就来复盘这出戏，那个改变命运的血液，到底藏着多少让人细思极恐的权力游戏和人性博弈？请大家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大年30的深夜，紫禁城的冷风像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漫天大雪把所有的肮脏和等级都覆盖成了一片纯净的白。在那座幽静的倚梅园里，满园红梅开得正艳，像是一团团在冰雪中燃烧的火。这时候，我们的真女主甄嬛正对着满树红梅，卑微又虔诚地许下那个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愿望：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这句话多有范儿啊！这哪是简单的求富，这简直是一串高级感拉满的人格代码。甄嬛在那一刻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清冷、孤傲、懂艺术、不屑于世俗争斗的灵魂。可巧的是，这串代码发出去的时候，服务器那边不仅有正主雍正皇帝在接收信号，还有一个蹲在树底下捡树枝的于婴儿。大家设想一下于婴儿当时的处境，她是一个在后宫食物链最底端的辛者库宫女，干的是最累的活，拿的是最低的薪水，还要忍受管事太监无休止的打骂。对于她来说，什么逆风，什么解意，那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无病呻吟。在那一刻，她耳朵里听到的不是诗，而是改变阶层的唯一敲门砖。她躲在暗处，像一只蛰伏的野兽，死死地盯着那个在雪地里发光的女孩，也死死地记住了那句她根本理解不了，却直觉告诉她值大钱的话。这就是命运最戏剧性的转折点。在那场原本属于灵魂共鸣的偶遇中，雍正皇帝因为没看清甄嬛的脸，只留下了一句那个女孩是谁的悬念，而于婴儿这个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底层小人物，在那一刻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风险评估。他没有像一般的胆小鬼那样被吓跑，也没有在事后老老实实的闭嘴。当苏培盛带着皇帝的口谕，拿着那句诗满世界搜寻那个懂他的女孩时，于婴儿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这哪是寻人启事啊，这分明是老天爷看他太苦了，直接把一张中了1000万的彩票掉到了他脚底下。只要他敢弯腰去捡，只要他敢厚着脸皮说这彩票是他的，他的人生就能瞬间起飞。于是最荒诞也最精彩的调包大戏上演了。当大总管苏培盛来到倚梅园，对着一众宫女太监问出那句逆风如解意的下半句时，全场鸦雀无声。那些平日里只会干粗活的宫女们面面相觑，甚至可能觉得这总管是不是疯了，在大冷天背什么诗。可就在这一片死寂中，于婴儿站了出来。他深吸一口气，用那种可能还带着点颤抖，却充满了决绝的声音，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了那句改变他命运的咒语。那一刻，他不仅是在背诗，他是在进行一场豪赌。他赌的是那个真正的女孩不敢站出来，赌的是皇帝根本不记得那晚的具体细节，赌的是自己这份豁出去的胆量能换来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苏培盛在那一刻看着于婴儿，心里大概也是打鼓的。毕竟眼前这个女子虽然长得还有几分姿色，但那股子局促和掩盖不住的粗鄙气，实在很难和那个血液里空灵的嗓音对上号。但苏培盛是什么人？他是宫里的顶级人精。皇帝要的是一个能对上暗号的人，要的是一个能承载他那晚浪漫情怀的载体。既然有人跳出来认领了，且对得严丝合缝，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于是，在一片质疑和震惊的目光中，
于婴儿被扶上了那顶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小轿。从那一秒起，她不再是那个在雪地里捡残枝的丫头，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后宫里最新崛起的流量巨星妙音娘子。大家看看这对比多讽刺！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宫女，因为偷了一句诗，成了皇帝眼里的才女；一个原本该是配角的路人甲，强行挤进了主角的聚光灯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逆袭了，这简直是对那个等级森严、讲究家世才情的后宫体系的一次疯狂嘲讽。于婴儿在轿子里坐着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后怕吗？还是那种老娘终于熬出头的狂喜？他在那一刻成了紫禁城里最成功的高仿号。他用极其拙劣却极其高效的手段收割了第一波顶级红利。这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繁华，正是我们今天要解构的悲剧底色。他偷来了光，却忘了自己本身其实是个怕光的影子。当他坐在那温暖如春的暖阁里，当他接受着曾经踩在他头上的那些人的跪拜时，他并不知道，这世上所有的不义之财都在暗中贴着催命符。当那顶象征着地位跨越的小轿子把于婴儿抬进暖阁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连做梦都想不出来的崭新世界。原本冻得生冻疮的手，现在捧的是掐丝发廊的暖炉；原本只能在风雪里听枯枝折断的声音，现在耳朵里全是那些平日里鼻孔朝天的管事太监们一声声卑微到尘土里的娘子万福。这种巨大的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地位倒置，让于婴儿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幻觉。他觉得那句逆风如解意不是偷来的，而是他命里自带的通天密电。只要这暗号在手，他就是这个深宫职场里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帮手。于是于婴儿开启了他那让人瞠目结舌的僭越模式。他知道皇帝宠他是因为那晚的才情，但他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他心里最清楚。既然才气是高仿的，那就得找个真本事来托底。于是他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活——唱昆曲。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短视频的时代，于婴儿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人肉版的流动小戏班。他太懂流量密码了，只要皇帝一皱眉，他就轻启朱唇，在这红墙深处开启他的勾栏式卖艺。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深更半夜，整个紫禁城都静悄悄的，连更夫都要压低脚步。可唯独于婴儿的住处，灯火通明，昆曲那婉转低回、百转千回的调子，硬生生地撕裂了深宫的静谧。这不仅仅是在唱歌，这是在向全后宫宣示他的主场权。他就像是一个突然拿到了巨额融资的创业新秀，迫不及待的要烧钱，要造势，要把动静闹到全宇宙都知道。这种一言不合就开唱的行径，在皇帝眼里是情趣，是所谓的妙音娘子，但在那些已经在后宫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看惯了云卷云舒的高级管理者眼中，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和极度的没教养。可于婴儿管这些吗？他不仅不管，他还要把这种暴发户心态发挥到极致。一个人的欲望一旦被压抑得太久，当阀门突然打开时，那种喷涌而出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他开始在后宫横着走，连走路的步子都带着一种老娘天下第一的嘚瑟。他忘了自己曾经在那片雪地里跪得有多卑微，他只记得现在所有的荣华富贵都记在他那条嗓子上。这种极度的自我膨胀让他的智商迅速掉线，甚至开始产生了一种可以挑战职场老兵的错觉。就在这个时候，全剧第一个最具冲击力的转折点出现了。在一次平平无奇的宫廷偶遇中，于婴儿遇上了后宫的资深高管辛常在。按照位分，于婴儿这个娘子在辛常在面前
顶多算个刚过试用期的主管，而对方可是手握实权、资历深厚的老员工。可于婴儿干了件什么事？他居然嫌对方没给自己让路，嫌对方的态度不够谦卑，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他竟然直接动用了他那被皇帝无限透支的信用额度，下令把新肠再关进慎刑司。各位，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职场霸凌，这简直是在公然挑战整个大清职场的 HR 管理体系和层级红线。消息传开，整个后宫的人心都被震碎了。大家在这一刻终于看清了，这个所谓的妙音娘子根本不是什么懂诗词、有内涵的文艺女青年，而是一个完全不懂规则、没有底线、仗势欺人的投机分子。这一巴掌虽然打在心肠在脸上，但其实是抽在了雍正皇帝的审美上。可悲的是，此时的皇帝还沉浸在那段雪夜奇缘的滤镜里，他把于婴儿的这种放肆解读成了真性情，把他的无理取闹看作是小儿女娇态，这种老板的纵容成了于婴儿自掘坟墓的最强助推器。他开始更加变本加厉，甚至在面对皇太后的训诫时，都能表现出一种近乎无知的傲慢。他以为有了皇帝的专宠，就可以在这座城池里横冲直撞，可以不用学习任何职场生存法则。他开始频繁地在半夜3更强行开麦，丝毫不顾及这声音是否会惊扰到那些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大佬们的清梦。他把这种恩宠当成了可以无限提取的提款机，却从未想过，这种靠谎言换来的信用其实是有极高利息的。每一次他仗势欺人，每一次他口出狂言，每一次他在不该唱歌的时候炫技，都是在往那个名为真相的炸弹里填充火药。这个时候的于婴儿活得像是一场绚丽却极度不稳定的烟火，它在这深宫的夜空里炸开，看着很美，占的地方很大，可实际上它底下的那些支撑全是空的。那些被他羞辱过的人，那些在暗处默默观察他的眼睛，那些真正懂得逆风如解意背后深意的聪明人，都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时机。大家都在等那个肥皂泡被戳破的瞬间，等那个高仿号在真正的光照耀下无所遁形的一刻。这就是于婴儿得宠后的真实写照。他用一种极其短视的自杀式的爆发，透支了他所有的运气。在那2集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女性的励志崛起，而是一个底层人物在权力的毒药面前彻底迷失自我的悲剧过程。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后宫的生存密码，却不知道真正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的。这一天，阳光灿烂的有点刺眼，紫禁城的御花园里花团锦簇，正是散步消食的好时候。甄嬛，那位一直保持低调、处于离线状态的甄大拿，正带着自家团队在园子里赏花，而此时的于婴儿正坐在他那象征着暴发户地位的华丽轿子里，带着一众跟班，摇旗呐喊的走了过来。这场面，各位请自行脑补，一边是走老前锋，讲究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真名媛，另一边是满身包装，恨不得把我有钱、我得宠这几个字刻在额头上的新贵网红。这哪是狭路相逢，这简直是品牌原型和山寨高仿的跨时空终极对决。于婴儿当时那个气焰，简直能把御花园里的牡丹花都给熏蔫了。他一看前面有人挡路，甚至都没看清对方是谁，那股子职场霸凌的劲儿就上来了。他不仅没打算让路，还想给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甄嬛来一个下马威。他坐在轿子上，斜着眼，用那种刻薄的能滴出酸水的语气开始疯狂输出。他觉得在这宫里，除了皇上和几个顶层合伙人，谁都得看他妙音娘子的脸色。这种极度的自我膨胀让他产生了一种智商上的幻觉。他以为自己只要嗓门够大，
就能掩盖住底气不足的事实。然而，精彩的戏剧转折就在这一刻埋下了伏笔。面对于婴儿的疯狂挑衅，甄嬛并没有像那些底层员工一样吓得瑟瑟发抖，而是露出了一种看破不说破的迷之微笑。甄嬛随口抛出了几个文学典故，那是真的信手拈来，没有任何表演痕迹。可这些话听在于婴儿耳朵里，简直像是外星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断层碾压。你跟人家玩嗓门，人家跟你玩内涵；你跟人家耍流氓，人家跟你聊哲学。于婴儿在那一刻，那种文盲装大佬的局促感瞬间溢出了屏幕。他想回怼，却发现自己的词汇量除了骂街就是唱曲儿。那种知识储备上的巨大断层，让他在甄嬛面前显得像个滑稽的跳梁小丑。但于婴儿不仅没意识到危机，反而因为被戳中了痛处而恼羞成怒。他开启了自杀式的攻击模式，甚至想动手惩罚甄嬛。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全剧最硬核的后台审计员上线了。没错，就是那位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霸总雍正皇帝。他本来也是来逛园子的，结果刚好听到了这段精彩绝伦的辩论赛。大家想象一下，皇帝当时的心情，那不亚于一个投资人发现自己重金砸下去的项目不仅是个空壳公司，而且连适用语境都是从竞争对手那儿原封不动抄来的。皇帝缓缓走出来，那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御花园里原本喧闹的风声似乎都停止了跳动。于婴儿的脸色从刚才的猪肝子瞬间变成了惨白。这种从云端直接坠入冰窖的速度，简直比跳楼机还要刺激。皇帝没有废话，直接开启了由于严重背离公司价值观的现场裁员模式。他冷冰冰地问了一句关于那晚诗句的内容，这是最直接的身份核实。于婴儿在那一刻脑子彻底短路了。那句逆风如解亦是他唯一的内存，除此之外，他的硬盘里空空如也。这个转折残酷而又极具讽刺意味。皇帝看着眼前这个尖酸刻薄、毫无气质可言的女子，再看看旁边那位谈吐优雅、气若幽兰的甄嬛，他心里那杆秤瞬间就塌了。他意识到自己不仅被骗了感情，还被骗了审美。这种人设崩塌带来的反噬是毁灭性的。皇帝当场下旨，剥夺了于婴儿所有的荣宠，直接把她从妙音娘子打回了原形，甚至比原形还要惨，直接下放到基层去接受再教育。这场戏最讽刺的地方在于，于婴儿到这一刻都还没明白，让他凉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偷了诗，更是因为他在拿到红利之后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个人能力升级。他以为只要抱住大腿就可以永远靠着演技混日子。他忘了，在后宫这种高级职场，美貌是1号品，歌声是替代品，唯有脑子里的东西才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他拿着甄嬛的入职邀请函，却干着连最低等宫女都不屑的龌龊事。这种德不配位的撕裂感，注定了他会在正主出现的一瞬间化为灰烬。这次调马现场是于婴儿职业生涯的滑铁卢，也是他生命倒计时的开始。从爆红到熔断，他用了极短的时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投机分子在面对真相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3个启示。你可以靠运气获得一个不属于你的位子，但你不可能靠运气坐稳那个位子。当潮水退去的时候，谁在裸泳一目了然。于婴儿在御花园里那一脸的惊恐和绝望，正是对所有想要通过不义手段实现阶层跨越的人最响亮的一记耳光。至此，于婴儿的天选之子幻象彻底破灭。他从那顶华丽的轿子上摔下来的时候，不仅摔掉了他的荣华富贵，
也摔碎了他那颗被权力腐蚀的千疮百孔的虚荣心。在这个充满了算计的深宫里，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从众星捧月的妙音娘子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重新变回了那个连名字都不配上热搜的底层宫女。这种落差不亚于刚被当作神灵供奉在神坛上受万人膜拜，转头就看清了自己其实是那头披着红绸等着挨刀的牲畜。这种巨大的心理失衡让于婴儿彻底陷入了那种输家博弈的怪圈。他在那间阴冷潮湿的屋子里并没有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翻车，而是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化成了一种极具毁灭性的偏执。他觉得只要除掉那个让他丢脸的甄嬛，他那个已经熔断的剧本就还能强行复活。于是全剧最惊心动魄却又最荒诞不经的转折点出现了，于婴儿决定开启自杀式反击，而他找的那个避风港正是后宫里那位专搞有毒资产的顶级庄家华妃。这一波操作简直是把与虎谋皮4个字刻在了脑门上。华妃是什么人？那是玩弄权术的顶级猎人。在华妃眼里，于婴儿现在不过是一个已经被榨干了价值，随时可以丢弃的一次性工具人。可于婴儿不这么看，他觉得华妃是他的救命稻草，是他重返巅峰的风险投资人。这2个人的结盟从一开始就透着一种末世的荒凉感。华妃随便给了点暗示，于婴儿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决定去给甄嬛下毒。各位请注意这个细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职场排挤了，这是在法治，虽然那是封建时代的边缘反复横跳。他居然想通过买通甄嬛身边的边缘员工，在甄嬛的药里加料。这种手段低级、粗糙且充满了那种不顾死活的野心。他并没有意识到，甄嬛现在的防范等级已经上调到了帝王等级，身边的团队全是忠心耿耿的高手。于婴儿这种拿着木棍去捅航母的行为，除了能感动他自己那颗已经走火入魔的心，在别人眼里，这就是在给阎王爷递简历。这就是我们要聊的详制打击的最高境界。于婴儿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迷之自信。他每天在那儿盯着药罐子，在那儿计算着甄嬛什么时候凉，却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甄嬛那个顶级的风控团队监控的死死的。这种信息差带来的戏剧张力简直让人屏住呼吸。你看着一个赌徒把身上最后的底裤都压在了一个必输的局上，那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节奏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然后那个致命的瞬间来了，当于婴儿自以为计谋得逞，正准备开启他的夺嫡计里时，现实却给了他一记最响亮的耳光。甄嬛团队不仅抓住了下毒的现场，还直接顺藤摸瓜，把于婴儿那个单薄的像纸一样的防线彻底撕碎。更讽刺的是，当真相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揭开时，他寄予厚望的靠山华妃第一个动作就是光速切割。在华妃眼里，于婴儿现在不是队友，而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毒性资产。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配合着于婴儿那张写满了不可思议的脸，构成了这出悲剧里最凄凉的一幕。这时候的于婴儿已经不再是那个在雪夜里吟诗的妙音娘子，也不是那个在轿子里飞扬跋扈的新贵，他变成了一个在绝望中挣扎却越陷越深的泥潭生物。他的每一个反击动作都成了勒紧他脖子的那道绳索。这种戏剧性的转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彻底丧失底线和理智之后，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了一场灾难。他不仅弄丢了自己的尊严，更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复仇中，彻底丧失了活下去的最后一点筹码。这一章的转折
不仅仅是地位的跌落，更是人性的彻底异化。于婴儿从一个蹭热度的投机分子，变成了一个玩命的亡命徒。这种跨度之大，这种节奏之快，让我们在震惊之余，也不禁感慨。在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后宫里，如果你没有与之匹配的智谋，那么你的野心就是你最锋利的屠刀，只不过这把刀最后只会砍向你自己。于婴儿的这一波送人头操作，正是宣告了他在紫禁城职场生涯的彻底停牌。而最让人心寒的是，他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时刻，依然没有看透这个局。他依然在喊冤，依然在试图通过这种毫无意义的挣扎来换取一丁点的同情。但他忘了，后宫从来不相信眼泪，只相信价值。当他失去了利用价值，当他的谎言被层层剥开，剩下的就只有那具被贪婪和无知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灵魂。现在，于婴儿正蜷缩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冷宫角落里，他可能还在幻想着华妃会来捞他，或者皇帝会突然想起那段雪夜奇缘而网开一面。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在那座象征着权力中枢的养心殿里，真正的幕后的主人甄嬛正端着一碗亲手熬制的安神汤，准备进行最后的一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果回环。接下来的剧情转折简直可以写进所有的权谋教科书。甄嬛并没有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地控诉于婴儿有多坏，那是低段位选手的做法。甄嬛选择在最恰当的时机，轻描淡写的又提起了那个已没缘的雪夜，顺便以一种纯属巧合的姿态，完整且完美的复述了那段原本属于他的带有些许哲学意味的逆风如解意。那一刻，对于雍正皇帝来说，不亚于经历了一场8级以上的灵魂地震。大家想象一下那种大反派的心情，他一直以为自己宠爱的是一个灵魂伴侣，他这才发现自己亲手捧红的妙音娘子，不过是一个在黑夜里窃取了光的贼。那段曾让他魂牵梦萦的朦胧美感，在真相揭开的瞬间，变成了一场令人作呕的滑稽戏。他宠的哪里是人？他宠的是那个谎言编织出来的幻象，而眼前的于婴儿只是一个强行挤进这场幻象里的粗鄙闯入者。对于一个自诩英明神武、审美在线的顶级大反派来说，这种被智商碾压、被谎言玩弄的羞辱感，比下毒本身还要让他发疯。于是，最惨烈的系统清算开始了。皇帝在那一瞬间，不仅是对于婴儿感到了厌恶，更是对那段被玷污的记忆感到了愤怒。他下达了那道冷酷到骨子里的圣旨，剥夺于婴儿的一切，赐自尽。这已经不是在开除员工了，这是在清理系统的垃圾碎片。然而，精彩的戏剧张力在冷宫那个破旧的门槛前再次拉满。于婴儿在接到圣旨的那一刻，彻底疯了。他不肯死，他在那儿声嘶力竭的嚎叫，他甚至还想用那个曾经带给他无限荣光的嗓子，再次唱起昆曲，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换回那个早已消失的幻觉。他以为只要歌声不停，那场华丽的梦就还能续上。这种拒绝接受现实的癫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投机分子在最后崩盘时的那种凄凉与丑态。他拼命地抓着门框，抓着每一寸他能触及的泥土，那种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已经变成了生理性的条件反射。可就在这个时候，全剧最让人背后发冷的转折出现了。那个平日里看起来温顺如羊、存在感极低的安陵容，居然主动请缨来到了这个人间地狱。安陵容的出现，标志着这场戏码进入了最后的残酷阶段。他站在于婴儿面前，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看透了食物链规则的冷静。安陵容太清楚了，在这个职场里，你如果不彻底踩死那个已经倒下的对手，
对方随时可能反扑。他甚至比那些行刑的太监还要专业。他轻飘飘地给出了一条极其恶毒的建议：既然他不肯就范，那就用弓弦吧。大家请看这段充满隐喻的转折。于婴儿是靠嗓子起家的，是靠那句偷来的诗和那一嗓子昆曲活着的。而在最后的时刻，安陵容建议用弓弦勒住他的脖子，这简直是对他整个人生最大的讽刺。那个让他发声的器官，那个让他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工具，最终成了终结他生命的刑具。这种结局的闭环设计，这种从哪里起飞就从哪里坠落的宿命感，让这一幕充满了哥特式的恐怖与讽刺。冷宫里的风呼啸着，伴随着于婴儿最后那几声支离破碎的呜咽。那个曾经在御花园里坐着轿子横着走的妙音娘子，那个一言不合就开唱，把整个后宫当成个人独角戏台的暴发户，最终在一段冰冷的弓弦下，彻底停止了他那荒唐的表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这是一个基于虚假流量、基于身份盗窃、基于德不配位的伪成功案例的彻底覆灭。于婴儿死得极其惨烈，也死得极其卑微，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没能再见皇帝一面，没能再听一次那首属于他的表白。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痕迹，不是那首动听的曲子，而是冷宫墙壁上被他抓出来的血痕。这个转折点让我们看到了后宫这个顶级职场最冷酷的一面。当你没有了价值，当你成了事情发展的漏洞，连那份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特长都会变成送你上路的加速器。随着那道冰冷的弓弦彻底绞断了最后一声凄厉的哀鸣，紫禁城那道厚重的宫门缓缓合上，关于妙音娘子于婴儿的所有喧嚣，也终于在那片冷宫的荒草丛中化为了死寂。从雪夜梅园开始，在新丰冷宫结束的职场幻梦，在这一刻画上了最后的句号。2集，仅仅2集的时间，我们目睹了一个小人物如何精准地捕捉到了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又如何极其配合地亲手按下了自毁程序的确认键。回看这起骇人听闻的身份盗用翻车案，最戏剧性的转折点并不在于他被剥夺位分的那一刻，而是在于他临死前那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补位。当安陵容那个平时温顺的像透明人一样的职场边缘人说出那句让于婴儿彻底断绝希望的话时，我们才猛然发现，后宫这个巨大的名利场本质上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自动进化系统。于婴儿以为自己是在和甄嬛斗，其实他是在和整个系统的客观规律斗。他的死亡不仅仅是生命体征的消失，更是他身上那个强行贴上去的逆袭者标签被命运之手暴力撕除的血腥过程。这就是我们要给出的最终评价。于婴儿的悲剧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设红利与硬实力缺位的全面崩塌。在故事的开始，他确实靠着一次近乎投机取巧的敏锐，抓住了一个连他自己都理解不了的高端文化符号。那一刻，他确实成了那个被流量选中的锦鲤。但最讽刺的是，他把这种因缘际会的运气误认为了是他可以肆意挥霍的能力。他拿着偷来的入场券进入了顶级赛道，却既没有补齐自己的业务短板，也没有学会敬畏这个圈子的生存准则，反而把那点可怜的圣宠当成了无限额度的信用卡。他挥霍的每一分嚣张，其实都在暗中加速了信用额度的透支。我们可以看到，于婴儿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极具现代色彩的警示预言。那些靠着信息差、靠着剽窃他人成果而迅速起飞的暴发户，往往会产生一种我已经无所不能的降智幻觉。他那一言不合就开唱的狂妄，本质上是由于极度自卑而产生的极度补偿心理。他害怕那个在雪地里修剪残枝的自己被发现，所以他必须通过霸凌、
通过挑衅，通过毫无底线的疯狂来证明自己已经上岸了。可悲的是，在那个充满了满级大佬的紫禁城里，一个只有流量没有内核的网红，注定只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挡箭牌。当华妃像丢弃一块抹布一样丢弃他时，当安陵容以一种近乎冷血的姿态送他上路时，于莺儿才发现，原来在这场盛大的宫廷剧里，他连一个反派的完整人格都没能立起来。他不过是那晚梅林里随风飘落的一片碎屑，机缘巧合之下，竟把自己当成了整座春天的主人。可赝品终究是赝品，不管在那层金箔下藏得有多深，一旦正主的日光照进来，他连求饶的影子都会被晒得灰飞烟灭。修复它，只需要一段冰冷的弓弦。所以，各位，当我们在屏幕前唏嘘于这个女孩的下场时，更应该看清那背后的逻辑。命运馈赠的所有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且这种价格通常是利滚利的高利贷。你可以通过运气蹭到一个高度，但如果你没有与之匹配的德行和智慧，那么你站得越高，那种失重感就会让你摔得越碎。在这个人人都想立人设，人人都想一夜爆红的时代，于莺儿用她的血泪告诉我们，借来的光永远照不亮你原本阴暗的底色。当你试图用谎言去承接你接不住的富贵时，你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脖子伸进了命运预设的绞索里。真正的逆袭，从来不是靠偷听几句诗词，也不是靠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几场华丽的生活，而是那种在低谷时守得住寂寞，在高位时藏得住锋芒的定力。甄嬛的成功是因为她本身就是那个逆风如解意的灵魂，而于莺儿的失败是因为她只是一段没有灵魂的拙劣的复读。那段回荡在紫禁城上空的昆曲，最终成了她自己的丧钟。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宫斗的故事，这是一场关于真与假、虚与实、得与位的现代启示录。当你走在职场的漫漫长路上，请时刻提醒自己，别在别人的世界里找存在感，别把偷来的火种当成自己的光，因为真相可能会迟到，但当它降临的那一刻，那个被谎言撑大的气球会碎得比任何东西都要难看。于莺儿走了，那片梅林依旧会在下一年的除夕如期盛开，而那个曾经试图通过欺骗改命的灵魂，终将被漫天大雪彻底埋葬，不留一丝痕迹。好了，本期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在这里，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守住你的真，比夺走别人的名要难得多，但也稳得多。别让贪婪成了你的弓弦，别让无知成了你的冷宫。下期节目，咱们继续拆解那些被掩盖在历史尘埃下的现代真相。各位观众，咱们江湖再见。